我明明是个皇后，却被拉进了恐怖游戏。狡诈的 NPC 自诩智力超群，用诡异的关卡操纵玩家生死。我不禁一笑，这点小把戏和辅助恋爱脑皇帝治国比起来，真是不要太简单。各位玩家请注意，你已进入恐怖游戏。当前副本血色课堂，难度天字乙等，人数40人，任务存活至下课。弹幕系统已连接完成。随着一道低沉嗓音缓缓袭来，眼前世界逐渐扭曲变形。我被拉进了恐怖游戏。第二次，拥挤的长廊里人头攒动，足足40人挤在逼仄的空间里。这一次，我特意把厚重的凤袍卸下，换了身轻便的素色简装，总算没有引起人群的骚动。根据上一轮的经验，恐怖游戏危险无比，死亡率极高，过于招摇显然不是好事。保持低调才是生存之道。可让我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这个世界根本不允许我低调，因为天边的透明文字里早已写满了兴奋。哇，皇后娘娘！救命！我终于蹲到皇后了。恐怖游戏没有皇后娘娘，就像西方没有了耶路撒冷，没有半点乐趣可言。这下子，走廊里的所有玩家都把目光挪了过来，齐刷刷盯向我这个最后入场的人。我尴尬一笑，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各位相处，但1秒都没绷住，瞬间就被揭穿了。既然这样，那我不演了，我摊牌了。本宫乃当朝皇后孟初期。现场一片哗然，熟悉的讥讽声络绎不绝。哪来的精神病？古装剧看多了吧？皇后，我还玉皇大帝呢。天字副本就没有死亡率低的，我真不想和一个疯子共同闯关啊！可还没等我还嘴，弹幕已经杀红了眼。大胆，居然敢说我们皇后是疯子！我看你就是莎士比亚的弟弟，是莎比亚。都2024年了，居然还有人不懂皇后娘娘的含金量，敢说这种话，你就不怕暴君把你的头拧下来？看着这万民拥护的景象，我不禁莞尔一笑。什么叫母仪天下呀？骚乱的人群显然被弹幕的气氛吓了一跳，顿时变得安静许多。与此同时，我感觉到有人在轻轻拉拽我的衣角，本还有些不悦，可扭头一看，竟迎上了一张熟悉的脸，正是上一场的同伴许青青。在恐怖游戏里遇到熟人，简直有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姐姐，你居然也在这个副本！他兴奋地拉着我的手，多亏了你，我才能活过天字甲等副本，还第一次得到了特殊道具。前面的内容我都能听懂，可最后几个字却有些让人迷惑。特殊道具，我怎么没听说过？许青青立马掏出了一张金牌，上面写着免死2字。特殊道具在恐怖游戏里非常珍贵，效果千奇百怪，比如这张替死牌就可以让我轮空1次死亡。他介绍道，上一关顺利通过，你应该也结算了奖励，心里默念背包2字就可以查看了。闻言，我立马照做，眼前果然浮现出几个透明的小框，我家皇上送的香囊赫然摆在其中。拿出来后，展示出道具效果。暴君的香囊捏紧之后，可召唤血红剧场副本 BOSS 登场。注意，该 BOSS 并不会被使用者差遣，而是随心情行事，极有可能展开无差别攻击，甚至首先杀害使用者本身，请务必谨慎使用。居然是召唤类道具。许青青见状，发出一声惊叹，这东西可是出了名的双刃剑啊！随后他又看了看我的脸，恍然大悟。可如果召唤出来的是姐夫的话，好像一切就变得合理起来了。安静等待了一炷香的时间，长廊里唯一的木门终于缓缓打开。阴暗的课堂里亮起了一盏盏白灯，照出40张斑驳的木桌，整整齐齐，错落有致。门内传来叮叮叮的铃声，催促玩家们进入。而讲台之上正端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他戴着眼镜，身披墨色马甲，手持一支粉笔，默默观察着流动的人群。直到全部玩家坐定，他才终于站起身来，宣布起关卡的规则。欢迎同学们的到来，本堂课共30分钟时间。上课期间，所有同学都不能离开教室范围，否则死。每10分钟更换一个老师，每个老师会在黑板上写下专属的规则，请务必按规则行事，否则死。30分钟后下课，幸存者视为通关。没有异议的话，将由我来写下第1条课堂规则。说完，他盯了盯在场所有人，见无人质疑，便扭头开始书写。每个玩家都屏住呼吸，死死盯着他手指上的一笔一画。天空中的弹幕也显得有些兴奋。恐怖游戏终于要开始了。我最喜欢的副本就是血色课堂了，难得一见的全破解类副本，没有一点武力成分。我听说这里的每个 NPC 都至少掌握着好几十种策略类游戏，千变万化，难以揣摩。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紧张的几分钟后，老师的板书内容总算全部写就。第1关，清明上河图。接下来我会为大家展示一幅古代名画，名为《清明上河图》，请大家根据展示内容用手中纸笔做出《清明上河图》内容。请记录完毕者把纸笔交到讲台上。本关卡限时10分钟，10分钟后未交卷者死。
介绍完游戏内容后，老师在黑板上方摸索出一根细线，轻轻一拉，一幅绵长的画卷摊开在讲台上方。虽然笔触精致，但很多细节却略有些模糊，像是印刷出来的仿制品。画上的内容则是一条我从未见过的繁荣街巷，行人无数，包容万千。此话一出，课堂上瞬间响起了阵阵吸气声。我没看错吧？这是《清明上河图》？开什么玩笑？且不说我会不会画画，10分钟复刻国宝级画作，这是开玩笑吗？这才第一个关卡，就想弄死我们所有人。不仅是玩家们，就连弹幕都有些震惊。这玩意儿是人类能想出来的关卡？10分钟，你就是让张择端从棺材里爬出来，也不可能完成啊！冷静点，冷静点，说不定只需要描述画面里全部的场景就行呢。说得轻巧，《清明上河图》里行人上千，牲畜60多匹，木船20多只，房屋楼阁30多栋，是农商医卜僧道，一应俱全。你就算全部描述出来，也要到猴年马月了。看着周围玩家紧张的面容，许青青显然也有些慌了。她拿着纸笔，不知所措地看向我，姐姐，这一关怎么感觉是必死的？我深吸一口气，仔细看着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的文字，良久之后，摇了摇头，还记得在上一关 NPC 告诉我们的话吗？他显然是没想起来，歪着头嗯了一声。主宰有命令，凡死局必设有生路。从设计游戏的角度看，这一关也必定留有逃生的路子。那我提起笔，微微一笑，像我一样做就好了。随后在粗糙的白纸上写下5个大字：清明上河图。看得许青青和弹幕都当场愣住啊！我把笔轻轻放下，一边走向讲台，一边解释道：其实这一关也只是简简单单的文字游戏罢了。虽然不知道你们所谓的10分钟是什么概念，但它多半只给了很短的时间。想要做出这样一幅繁杂名画的内容，不管是从什么角度，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然如此，生机就压根不可能在这上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规则阐释环节，他提到清明上河图5个字的次数有点太多了。正常人往往只会提及一次，随后用某些指代词来替换，他却不断重复提起。事出反常必有妖，只需仔细诵念交卷要求，就能嗅到其中猫腻了。用手中纸笔做出清明上河图内容，有没有一种可能，清明上河图5个字就是内容？纸笔轻扣，我紧紧盯着老师的眼睛，他的眼神非常复杂，好像涵盖了许多种情绪，但我还是从中读取到了一丝慌乱。见我如此交卷，所有人都疯了一样的提笔，仿照我的行文。反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也只能有样学样，总不能真的画画吧？讲台上瞬间堆满了40张答卷，墙上的钟表滴滴答答，距离规定的时间连2成都还没走到。老师无奈起身，叹了口气，死死盯着我的位置。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能看出来？我耸耸肩，拍了拍衣角，不禁一笑。说实话，你这点小把戏和辅助恋爱脑皇帝治国比起来，真是不要太简单。我家皇上脑子笨，向来喜欢把成山的奏折送进秋月宫，求我替他审阅。若大王朝的繁杂事务尚未压倒我，何况这点小小机关，转转脑筋便能勘破。见我得了上风，弹幕也一起嗨了起来。还得是皇后带领40人凌商王闯关天字副本，谁行啊？要我看那个香囊扔了算了，皇帝都多余来帮忙。暴君力气大，打杂还是可以的。老师长叹一口气，留下一句你赢了，便走出了门。低沉的喇叭声再度响起，恭喜各位玩家提前通关第1关，请安静等待，10分钟满，第2位老师方能抵达。因副本内首次完成无伤亡通关成就，奖励玩家特殊道具1个，请于讲台上领取。话音一落，讲台上出现了一面小巧的铜镜，在场玩家全都两眼一亮。特殊道具，这东西在恐怖游戏里属于最珍贵的物品，几乎每一个都有着逆天改命的能力。参考一下许青青的替死牌便知。按理说，这一关的奥秘是由我亲手破解，这个奖励也该拿到我手里保管才是。可在场的其余玩家却好像并不这样觉得，一双双炽热的眸子死死盯着讲台上的道具，虎视眈眈。不过几息的时间，已经有数道身影钻出，风一样的上台，厮打成了一团。折腾许久之后，一个壮汉才终于脱颖而出，打跑一众人等，将小巧铜镜捏在手心。各位，特殊道具作用巨大，应当是有能力者居之，现在握在我的手里，大家没意见吧？他一边说着，一边秀了秀壮硕的肌肉，显然没人敢和他再斗上一斗。唯有许青青满脸不忿，我们能全员通过这关，分明是靠孟姐姐的推理，凭什么你肌肉大就算有能力者？这不是欺负人吗？听了他的话，弹幕深表赞同，天边顿时飞过了无数的加一。壮汉第一次看到如此整齐的弹幕，愣了一愣，但还是迅速摇头，狞笑道：你如果不服，就上来打赢我，我自然会把道具给你。如果你们不敢上台的话，我欺负你们又怎么了？见他盛气凌人，弹幕全都气炸，恨不得钻出屏幕。有点力气就这么小人得志，真想捶他呀！要不是我们进不去，必须让他尝尝上万双拳头的滋味。
血色课堂是出了名的破解类副本，会打架有什么好嘚瑟的？看着他那充满挑衅的目光，我最终叹了口气，默默拿出了背包里的香囊，紧紧捏在手心。快过来吧，有人要欺负你家皇后！你在摇人？壮汉见状怔住了，这可是恐怖游戏，你准备摇谁？还莫等我回答，耳畔已传来一声巨响，惨白的墙壁上被硬生生掏出一个洞口，一道身影急匆匆地扒开砖石，从弥漫的尘灰中走出，看起来颇为狼狈，但眼神却凌厉得让人胆寒。而他的头顶更是挂着一行血色的文字：血红剧场 BOSS 暴君李振。BOSS 这几个字母的冲击力，让所有人都忍不住屏住呼吸。台上的壮汉更是已经站立不稳，瑟瑟发抖。李振深吸一口气，随手掰断一根钢筋，背在身后，冷冷地环视着课堂里的每一个角落。我听说有人在欺负我老婆。见无人应答，他又把脑袋扭向了最显眼的讲台，看向那个不停吞咽唾沫的壮汉，目光如刀。是你吗？浓烈的压迫感席卷而来，整个教室都刮起了狂风。眼前的人影可是来自最高难度的天字甲等副本，威名赫赫的 BOSS 暴君。就算那名玩家再强壮，也不可能有胆子和这样的存在正面对抗。仅仅坚持了2、3息的时间，就立刻跪伏在地，把手中的铜镜推到了前方，瑟瑟发抖的嘴角，甚至连求饶的字句都挤不出来。憋屈了半天的弹幕总算是兴奋了起来。皇上终于来了，我就知道皇后娘娘绝对有后手，这种窝里横的败类玩家就该被狠狠收拾。李振走到他跟前，轻轻捡起铜镜后，又捏了捏手掌的骨节，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这是他舒展拳脚的手段。很明显，他并不想放过眼前瑟瑟发抖的男人。我接过铜镜后，看着李振即将挥出的拳头，长叹一口气，算了吧，拿到道具就行，不必动手。听我这么说，刚才还满脸凶相的李振顿时停下脚步，把拳头背回了身后。啊，他有些疑惑，这种过关不出力，专门抢奖励的玩家，留着也是祸害，杀了他也算替天行道了吧。我摸了摸他的脑袋，刚才我们全员通关，得到了奖励，我想再接着尝试，看看能不能拿到更多特殊道具。闻言，李振连连点头。原来如此，不愧是我家皇后，真是高瞻远瞩。弹幕见状，又陷入了新的狂欢。回来了，温馨的感觉终于回来了。我居然在恐怖游戏里看别人谈恋爱，还越看越上瘾。皇上真的，我哭死，不管皇后娘娘说什么，他都学不会拒绝。看着不断滚过的文字，李振甚至羞红了脸。好在命鬼没在这儿，不然他又该云封绝了。而我则是在拿到铜镜后，迅速查看了相关介绍。照妖宝镜用以照破入境人的真实身份，玩家、NPC、BOSS 均可检验。此道具为消耗品，使用一次即碎裂，请谨慎。对于这样的属性，我算是相当满意。虽然暂时派不上用场，但手握这样一张底牌，将来或许会在欺诈类副本逆天改命。接下来的时间里，李振便一直翻看着流动的弹幕，对着满屏幕的般配憨笑，直到10分钟满，第2位老师应声走进课堂，瘦小的身影推门而入，那是一位长发披肩的少女。她看着年纪轻轻，甚至比绝大多数玩家都小，身后背着一个和体型不相匹配的大包。不顾众人的打量，她径直走到了讲台上，从包里掏出了一样样东西，整齐地摆满了整个桌面。这些物件我大多未曾见过，好在有许青青帮我一一介绍。姐姐，这些东西在我们那边统一叫做文具，那种长条形的是测量长度的钢尺，方方正正的是本子，有个小尾巴的是削笔器，桌上琳琅满目，足足有20多种器具。做足准备工作后，老师把所有人都叫到了一起。他从胸前的小兜里掏出一支笔，静静放到了桌面中央，随后宣布起本轮游戏的规则。各位，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在黑板上慢慢写规则了。如大家所见，这张讲桌上正放着各式各样的物品。接下来，你们可以轮流向我发起挑战。挑战开始后，所有玩家都需要转身闭眼，背对着我，而我则会用这支钢笔在任意一个物品上写下隐蔽的记号。完成记号后，所有人方可回头。而此时，挑战者有10秒钟时间，在禁止触碰的前提下，指出我做下记号的物品。指对了，玩家全体通关；指错了，就死。我的时间一共10分钟，如果10分钟后尚未有人挑战成功，所有玩家将全体抹杀。规则介绍完毕，玩家们面面相觑，沉默了很久，都没有人敢走上前去做第一个挑战者。毕竟讲桌上摆着20多件文具，谁也不知道老师会选择哪个，记号会有多隐蔽，如此搏命，实在危险。但这样的观察推理型关卡，若是连一次完整流程都没见着，也根本无从下手。信息过少，想要勘破绝对是天方夜谭。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人站出来，做勇敢的先行者。许青青或许是看穿了我的想法，捏着替死牌走了过来。她手握特殊道具，拥有一次免死的机会，就算失败，也还能重来。
可我思量片刻后，按下了他的手，悄悄拍了拍李振的背。李振看了我一眼，顿时心领神会。他屁颠屁颠地跑到了老师面前，笑着问：“你这个规则太复杂了，能不能让我们先试一试，不当真的那种？”老师听到这个无理的要求，忍不住纳闷：“你当这是什么了？这里可是恐怖游。”话还没说完，他的眼神就直勾勾撞上了李振头顶的名号 ，BOSS 的字眼明晃晃。他悄悄擦了把汗：“那给你试一次吧。”李振站到了讲桌之前，老师强行挤出一丝笑容，说道：“接下来我会给这张桌上任意一件文具做出标记，请闭眼转身。”我们所有人都背过身去，紧闭双眼。没过多久，他的声音便再度响起：“可以回头了。”扭过头时，他似乎刚刚写完，正旋转笔帽，把钢笔塞回了衣服兜里。李振急忙凑过去，对准讲桌仔细扫视。20多件文具，却好像从未被人动过一般，完全看不出半点挪移翻转的迹象，更别说找到记号了。全部玩家屏住呼吸，认真看了10秒钟，硬是什么线索都没有发现。直到老师耸肩摇头道：“10秒到了，你失败了。”李振满脸疑惑，挠了挠头，整整盯了10秒钟，他啥也没看出来，于是有些不服气地说道：“再试一次，再试一次。”老师急忙摇头：“不行不行。”李振双手合十，轻轻摇晃：“你大人有大量，再给我一次机会嘛。我们 BOSS 有规定的，一个人就是只能玩一次游戏。你家 BOSS 是 BOSS， 我就不是 BOSS 了。”李振闻言，捏紧了沙包一样大的拳头，摆在老师眼前，你看着他说：“能不能再试一次？”老师沉默许久，崩溃点头：“你试，给你试还不行吗？”老师再一次掏出钢笔，轻轻扣在桌面上。接下来，我会给这张桌上任意一件文具做出标记，请闭眼转身。所有人再度闭眼，朝向后方，直到老师发出指令：“回头吧。”李振毫不迟疑，迅速扭头俯瞰讲桌。老师则自顾自扭动着笔盖：“你挑吧，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后面再让我试，我宁愿被你打死，大不了谁都别走出这间教室。”李振没有理会他的干扰，专心地贴近每一个文具，耸起鼻子开始吸气。许青青看着他古怪的行为，有些诧异：“姐夫这是在干什么？”我笑着解释，他是想通过嗅觉来找到墨水的气味，从而判断记号的位置。哇，姐夫居然这么聪明！不只是他，就连弹幕都升起了惊叹。想不到啊，想不到，皇上居然也有如此谋略。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啊！说实话，我一直以为皇上挺笨的，没想到我这智商还不如他。可10秒之后，李振的表情却彻底僵住了，他似乎没有嗅到任何信息。老师略有些得意，笑着问道：“怎么样，选哪一个？”李振摇摆很久，最终支支吾吾地指向了钢尺。还没等他的手伸到位，老师的声音已经响起：“错。”李振懊恼地揉了揉眼眶，又伸起了手：“你听我说。”老师一脸委屈：“你怎么还想耍赖呀？”见他俩马上就要展开第3轮掰扯，我赶紧走上前去，把李振拉到了一旁。“好了，让我来吧。”李振有些犹豫：“初期这个很难的。”我不禁一笑：“放心吧，他的小把戏我已经看穿了。”老师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拿出了笔。不知为何，我总觉得他的眼神颇为怪异，似乎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复杂情绪。不过没持续多久，便调整了过来。他清了清嗓子，慢慢摆手：“接下来我会给这张桌上任意一件文具做出标记，请闭眼转身。”说完，他便要伸手提笔。我平静地闭上眼睛，默默等待，直到他的声音再度出现：“好了。”10秒倒计时开始。我缓缓转身，不慌不忙地看过去，径直绕过了讲桌，走到了老师的身边，轻拍他的肩膀，抬手一抓，把他刚塞回兜里的钢笔给抢了出来。此举一出，所有人都震惊无比，瞪大了眼睛。老师惊慌失措地伸手捂兜，却还是慢了一步。我轻轻抿开钢笔的笔盖，笔盖内部果然被画上了足足3条细小的黑线，正好对应着3次游戏。李振的下巴几乎都要掉到地上。哇，初期这是怎么回事？我笑着指了指讲桌，其实每一次游戏他都没有碰过桌上的任何文具，而是直接在这支笔上打下了记号，所以就算你翻遍桌上所有的东西，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所在。李振一听，忍不住拿起笔盖端详，同时看向瘦小的老师：“你耍我？你居然敢违反自己定下的游戏规则！”我拍了拍他的背：“别生气了，他的小心机其实也在规则之内。”李振回头看着我，满脑子问号。看着他蠢萌蠢萌的表情，我忍俊不禁。哎，这个傻皇上。这一关的内容看似相当困难，桌上的物件里有好几样都是容器，比如文具盒、笔袋，甚至包括那个带着小尾巴的削笔器，也有一个装笔屑的空间。如果老师把记号写在容器内部，再合上复位，仅靠肉眼极难识别。在禁止触摸的前提下，很容易便能形成凶险无比的杀局。但若是运气够好，总会有命硬之人找到正确答案。极端情况下，一屋子的人全都幸运值拉满，
也不无可能。更不消说还有李振这种用鼻子闻墨水味的，嗅觉灵敏的话，说不定还真能轻松破解此关。于是为了保证稳定的淘汰率，老师选择了另一种更为狡猾的操作。在每次宣布规则的时候，他都会把钢笔轻轻扣上讲桌，以确保在规则公布的那一刻，钢笔也属于桌上文具中的一员，也是可以做标记的物品。而规则生效之后，他便会迅速把钢笔拿起来，离开桌面的范围，甚至揣回兜里。等玩家们转身回来，任他们把讲桌翻个底朝天，也不可能找出任何一点点墨水的标记，因为真正关键的答案早就离开了桌面。而急迫的10秒倒计时、禁止触摸导致的信息缺失和老师一直以来的暗示诱导，都很容易把在场所有人拉入惯性思维的深渊。当所有人都相信答案一定在讲桌上，只是前面的人一直没找出来时，课堂里就再无一人可生还，100%困杀玩家的死局变成了。而整个游戏里唯一的破绽，就是老师每一次都要重复放笔和讲规则行为。他明明可以一直把笔握在手中，也可以不用一次次重复规则，却偏偏这样做了。明白了吗？我笑着看向李振，只要你看穿了他的小心思，这一关就无比简单。而若是你一直看不透他的小心思，就只能交代在这里了。原来如此，不愧是我的初期。李振好不容易听懂，顿时两眼一亮。所以你是什么时候看出来的？我捂嘴一笑，其实你第一次试完，我就已经猜到了。他突然一愣，合着这一关我上蹿下跳，白忙活了？也没白忙活，起码累着了。凉风阵阵，李振彻底凌乱了。天哪，我还以为这关要靠运气，没想到还是得靠脑子。这小姑娘看着天真可爱，居然这么阴险，偷偷藏道具，把我也骗到了。连豆腐都有脑，我们却没有。皇后娘娘的通关能力已经完全把我征服了，但凡是动脑子的游戏就没有难得到她的。人家可是处理一国政事都游刃有余的，能是普通人吗？你就算让我当个寝室的室长，我都够呛管得过来。我收回之前皇上智商不低的话。皇上，我谢谢你。看着天边不停飘过的弹幕，老师彻底涨红了脸。或许是从未这般惨败过，他足足深呼吸了几轮，才缓过神来。过了很久，才终于拿出大包，收起了文具。恭喜你们提前通关，10分钟的时间还没到，所以请各位静静等待。因为我们 BOSS 在外出差，所以最后一关的题目也将是我来出，请做好准备。看着教室里满满当当的玩家，一人未少，我期待地看向老师。这次没有奖励吗？哪来的那么多道具奖励？老师无奈皱眉，那是首次全员通关的奖励，只能领取一次的。好吧，我叹了口气，刚想转身，却又被他叫住。不过他抿了抿嘴，说道：“我们老大让我给你带句话。”我怔了怔，恐怖游戏副本里的大 BOSS 托 NPC 给我带话，这是什么奇妙的设定？见我没有应答，老师也懒得废话，直接凑到了我的耳边：“你手里那面镜子很重要，你仔细想一想，此时此刻，你最想知道谁的真实身份？”听完，我猛地一滞，他好像在暗示我，这一轮就得把照妖宝镜给用掉。我仔细地扫了扫四周，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身上带着异样。血色课堂的 BOSS 想让我把照妖镜用掉，可我该用在谁的身上？这或许关乎到后续过关的核心。李振见我眉头紧皱，急忙凑了上来，捏住我的手掌：“老婆，你怎么了？”看着他急切的眼神，充满关心的眸子，我摇了摇头。第一个把李振给排除。这家伙满脑子装的都是我，照与不照区别不大。就算他真藏着什么秘密，也不可能对我不利。我信得过他。那我该照谁呢？是2次组队的许青青，还是曾抢夺奖励的壮汉，亦或是正端坐眼前的 NPC 老师，甚至是天边看不见面貌的弹幕？但仔细想了想，又觉得都没什么道理。这个副本以阴险狡诈著称，说不定也可能是 BOSS 部下的离间计。为了缓解思考的疲惫，我把目光看向窗外，云卷云舒，高不见底，有些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的味道。脑海之中记忆翻涌，猛然之间，一个念头突然冲进了我的大脑。等一等，这个副本里最奇怪、最琢磨不透、最突兀的人，好像就是我自己。此时课堂里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明确的来历和定位。许青青他们39人是来自于主世界的正牌玩家，端坐讲台的老师是副本里的 NPC。李振虽然是我强行召唤而来，但也是名副其实的恐怖游戏大 BOSS。争论起来，只有我自己的身份是个谜。来自从属世界的王朝皇后，却被莫名其妙拉进了主世界才有的恐怖游戏里。我这一路都伴随着身份的反差。与此同时，一个更恐怖的事情也随之被我想起。我的所有记忆，仿佛都是从进宫那一天开始，逐渐变得清晰。而在此之前的童年时代，全都模模糊糊，从来都不真切。我忍不住深吸一口气，头皮发麻，有些毛骨悚然。咽了口唾沫后，我捧起了铜镜，决定照向自己。镜面之中逐渐映射出我的面容。没过多久，
一行小字缓缓浮现，上面的内容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惊。此人的真实身份为恐怖游戏副本 BOSS 孟初期。什么？这行字一出现，李振的脸几乎都要扭曲。初期，你见他一脸怀疑，我不禁有些慌乱。我从没有过隐瞒他的意思，这个所谓的真实身份，就连我自己都从未想过。可我还没解释出口，李振就已经接出了下文。初期，你居然是我的同事啊！闹了那么大动静，你就问这个，真是亲上加亲啊！看着他莫名兴奋的表情，我一脸无奈。也是，这男人神经大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倒是我不够淡定了。可等我冷静下来，一个更恐怖的想法又钻进了我的脑海。如果我是恐怖游戏副本里的 BOSS， 为什么我没有镇守副本，而是在这里闯关？而且为什么这妖巧，刚好这个血色课堂的 BOSS 也正在外出差？此时此刻，再回想两位 NPC 老师直面我时各自古怪复杂的神情，以及我对这种所谓观察推理关卡的莫名熟悉感、轻松驾驭的表现，我好像突然抓住了谜题的关键。该不会我就是这里的 BOSS 吧？眼看我的思绪就要越飞越远，10分钟的时间也终于到了。老师呼了口气，从板凳上坐直，轻轻敲了敲讲桌。各位，时间差不多了，请全部起立，最后一关该开始了。接下来，我会在教室里放置上百件物品，连同教室里本就存在的全部物品在内，构成本次游戏的内容。通向生机的门就藏在这些物品之中，或许是零星散落的文具，或许是某一张桌椅，或许是天花板上悬挂的电风扇，只要你触摸到它，就能开启离开副本的通道。当然，恐怖游戏不是做慈善，你们每人只有一次触摸机会，凡是触摸2件物品以上者，死。接下来的10分钟里，寻找你们的活路吧。与此同时，老师拉开大包的拉链，无数小物件散落在地，扑向了地面。所有人都开始行动起来，包括弹幕也都在竞猜这个生门的所在。伪装成某种物品的门吗？这一关有意思啊！让我来猜猜，这个东西可能又被 NPC 做了手段，说不定就是他手里的那个背包。真有那么简单？要我说，还不如猜门就是 NPC 本人。哇，楼上奇思妙想啊，活人也算是屋里物品的一份子。看了弹幕的提示，不少人还真就照着这些方向去大胆尝试。很快，这些显眼的选项就被一一排除，而课堂里的绝大多数不起眼的东西还都无人问津。李真看着忙碌又着急的众人，忍不住捏了捏下巴。初期，你说这个过关的门会藏在哪里呢？我看着他努力思考的傻样，不禁一笑。很简单，我已经知道答案了。这么快？李真一愣。我轻轻走到窗边，如果我就是这里的 BOSS， 我肯定会把逃生的通道放在最想不到的地方，这样才能保证稳定的淘汰率。毕竟你也说过，副本的淘汰率不达标， BOSS 和 NPC 都会随之抹杀。而40个玩家在几百件物品里找门这件事，你认为真有什么难度吗？李振听了半天，好像也没听明白，挠了挠头，什么意思？我笑了笑，继续解释，这种找东西的游戏，就算概率再小，也有被运气捅破的时候。只要那个物品在眼前这间课堂里面，哪怕再隐蔽、再难想到，也一定有被翻出来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直接大胆猜测了，那扇门压根就不在屋子里。啊！李振懵了，那岂不是又违背了规则？我慢慢把手伸向窗外的天空，那你说，窗外的风景算不算一件抽象化的物品呢？如你所见，这里是万里高空，哪怕这片天空出现的毫无道理，也没什么人能突破对高空的恐惧，到外面去找东西。所以，只要把它设置为谜底，屋里的玩家就永远不可能找到真正的门。说完之后，我拉起李振的手，跃向未知的窗外。走吧，一起去门后面看看。风声奔涌，我们猛地一跌，再抬头时，竟已到了一间密室。密室里空空落落，唯有几张纸散在地上，而纸上内容的书写者，便是这个副本的最终 BOSS 孟初期。白纸上记录的，竟是我丢失的记忆。多年前，我在我的从属世界被选中，进入恐怖游戏，成为 NPC， 参与智力类副本血色课堂的建设。在那段时间里，我设计了上百个游戏，让副本的难度成倍上升，慢慢从地字丙等一路爬到天字乙等。这样的贡献也让我成为了这个副本的新 BOSS。同样是在这段任职 NPC 的时间里，我认识了来自另一个从属世界的李振。当时他尚未登基，以太子身份参与血红剧场副本。下班的路上，我们总能打个照面。虽然相逢时间寥寥，但我们却互生情愫，谈起了跨越世界的地下恋情。我们一起商量副本的细节，一起完善各自的游戏，在差不多的时间晋升为 BOSS。我喜欢他的笑容，总让我感到安心。虽然恐怖游戏里以杀掉玩家为 KPI 的日子让我厌倦又憎恶，但李振的存在给了我无限的安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可能会在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一直过着行尸走肉般的 BOSS 生涯，直到一个极其稀有的特殊道具，让我燃起了新生活的希望。那个道具名为身份卡，它可以赋予玩家一个临时的身份，并修正玩家本人及周边角色的记忆。
让所有人都暂时相信这个身份的正确性。用在狼人杀一类的欺诈类副本里，可谓神器。拿到它之后，我再也按捺不住战栗的身体，决定来一场瞒天过海。和李珍商量之后，我把我的身份改换成了他们王朝的新任皇后，所有人的相关记忆都随之改写，包括我自己。安排 NPC 下属替我镇守副本后，我顺着下班的通道溜进了李珍的世界，顺理成章地抛弃了恐怖游戏 BOSS 的身份，成为了皇后。这一换就是近10年，我们躲在秋月宫里没羞没臊地生活了10年。可惜身份卡的影响终究有限， BOSS 的缺位最终还是被主宰者发现了。他高居混沌之上，愤怒地把我召回。屏蔽了身份卡的作用后，他对我进行了数不尽的讥讽和呵责。孟初期啊，孟初期，你不会以为这样瞒过所有人就能万事大吉，安安稳稳过日子了吧？当时的我心里满是不忿，并未回应。他则是自顾自地大笑起来。从属世界一直有个机密，想必你也知道吧？为了避免从属世界生长出世界核心，影响到主世界的地位，每一个从属世界都会在运转500年时进行一次大洗牌。大洗牌后，所有的生灵、天地万物，甚至包括李珍这样的 NPC、BOSS 也会随之湮灭，荡然无存，重新来过。你若真是把身份改成了皇后，定然逃不了被抹杀的下场。让我问问你，李珍一族的王朝统治多少年了？此话一出，顿时让我冷汗直冒。我作为皇后，怎么会不知道一朝国祚？李氏王朝将在今年年底迎来建国500年的盛大庆典，而那个万民欢庆的时间，正好是整个世界毁灭的时间。说完这些，主宰嗤笑着拉开了回归副本的大门。回来吧，老老实实当你的血色课堂 BOSS， 起码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这之后，我和主宰产生了什么对话，笔记里并没提到。我只知道那一日，我与主宰大吵一架，争辩许久，我对着他破口大骂。最终气愤难忍的主宰与我签下了一份对赌协议，只要能完成他的考验，就能彻底恢复自由，带着李珍离开恐怖游戏，前往主世界，做正常人，过正常的生活。如果失败，我就得回到副本，继续当一个底层 NPC， 并眼睁睁看着李珍随着从属世界毁灭。看到这场对赌的内容，我忍不住摇头一笑。虽然吵架过程写得十分激烈，但我知道当时的我肯定十分冷静。看似破口大骂，情绪爆炸，实则用算不上什么的筹码换来了李珍的一线生机。而这场考验的内容也很简单，身份卡重新生效，我将用皇后身份的记忆连续参加李珍和我自己的副本血红剧场和血色课堂。而这一路都因为李珍的不要脸皮和我对观察推理类关卡的轻车熟路，轻松过关。我甚至有些怀疑，这到底算是什么考验？莫非是主宰刀子嘴豆腐心，特意为我们网开一面？可就在我满脑子疑惑的时候，主宰的声音竟从看不见的地方悄然响起：你终于还是来了，孟初期，准备好迎接最后一道关卡了吗？我皱了皱眉，什么关卡？主宰突然一笑：你这一路都在抢先破局，让40个玩家全部都存活到了逃离之时，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相当聪明？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副本是你自己的，淘汰率不达标会有什么后果，你自己心里清楚。聪明绝顶的 BOSS 要不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呢？所以与其说这是一场考验，不如说是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你有一次做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抹杀掉其他所有的玩家，还是让他们顺利通关。曾经和我对赌时，你已经遵循本心，提前做出过一次选择。若过去的你和现在的你做出不一样的决策，你与我的对赌将功亏一篑。这就是本场考验的终极关卡。你要不要猜猜当初的你选择了哪个有趣的答案？直到此时，我终于彻底明白了主宰的阴险，他把选择的权利抛到了我的手里。但不管我如何选择，都绝无通向圆满结局的可能。既然当初的我会因为厌恶恐怖游戏而选择逃离，就不太可能是一个真正嗜杀的人。他选择反抗规则，反抗主宰的统治，反抗命运的束缚。如果主宰并未提前告知这一关会是这样的内容，而随口询问他的想法，他一定会与主宰针锋相对，选择违逆主宰规则的选项，把所有玩家全部放走。也就是说，当初的我便早早落入了主宰的陷阱，以至于现在的我选无可选。如果我选择放走所有玩家，考验虽然通过，但我将被规则抹杀，李珍只能孤身一人前往主世界，痛苦存活。如果我选择抹杀所有玩家，则2次选择不一致，李珍将被毁灭，而我则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恐怖游戏里继续担任 NPC。不管我选什么，我们2人都将有一个人万劫不复。主宰抓住了人性的弱点，早早便埋下了这个两相矛盾的考验。怪不得他能放任我们在2个副本里随便捣乱，我们的命运已被他捏在手中，肆意玩弄。在前一个孟初期做出违反规则的决定后，不管我这个后来者怎么选，都只能面对残酷的结局。想到这里，我忍不住长叹一口气。我摸了摸李珍的头，他此时已经完全愣住了。如此烧脑的环节显然不适合他，估计他脑仁都打结了，
也没想明白其中厉害，也不会知道我们俩有一个人快要死了。几乎没经过任何思考，我做出了和上一个我同样的选择。我决定放走所有的玩家。既然是我输了，掉入了主宰的陷阱，那这场游戏的后果就由我来承担吧。虽然我会被抹杀，但好歹能保住李真的性命。他答应过保护我，我当然也要保护他。更何况许青青那个小姑娘以及剩下38个不知名的玩家也能因此幸免于难。2个选择都不理想的情况下，能多就39个人，已经算最后的欣慰了。我摸了摸李真的头，憋住了眼角的泪。以后我不在你身边了，要好好照顾自己呀。他不解地盯着我，死死抓着我的手臂，对于我说的话显然难以置信。初七，你要离开我吗？我苦笑着摇头，却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个复杂的赌约用他那小脑袋瓜能理解的方式解释清楚。主宰显然不想继续观赏我们的生离死别，哈哈大笑之后宣判了这场考验的结果。恭喜你，孟初七，前后2次的决定完全一致，这场对赌你赢了，你家的傻小子可以走了。与此同时，空气被撕开一条裂痕，一条通道骤然出现，摆在李振面前。但你吗 ，Boss 大人，本次副本淘汰率为0%，应该抹杀。他随手打出一道血色的刀光，朝我猛地杀来，随后便哈哈大笑着离开。李真看着那凶狠的攻击，下意识冲到我的前面，想要将其挡下。可那是主宰的抹杀之令，根本不能用身躯来抵挡。刀光如同装了定位一样，精准绕过李振，眨眼间便斩到了我的身上。这一击足够把我粉碎千万遍。我默默闭眼，只求待会儿不要死得太难看，不然李振这个傻男人会受不了的。本就是为了让他好好活下去，我才做出这样的选择。要是他一怒之下要和我殉情，那真是满盘皆输了。听着李振嚎啕的哭声，我不禁也流下了泪水，剧痛传遍整个身体，我死死闭紧眼睛，等待着死亡的到来。可几秒之后，我居然在撕心裂肺的哭声里听到了一道细小的木牌碎裂声。与此同时，所有的痛苦也都慢慢消失。我猛地一怔，急忙睁眼，看着哭天喊地的李振，愣愣地摸向自己的荷包，里面居然放着一枚裂成2截的木牌。这熟悉的造型，只需一眼便能认出。许青青手里的特殊道具替死牌。我忍不住拍了拍自己的脸，有些难以置信。他什么时候把这东西放进我的包里了？可这个节骨眼，我也来不及疑惑，只能在心里默默感谢这个2面之缘的好队友。我站起身来，急忙朝着空间裂缝跑去。路过仍在专心哭丧的李振，我敲了敲他的头，别哭了。李振看着诈尸的我，使劲揉了揉湿透的眼眶。啊！我忍俊不禁。走不走，陪我一起去面对未知的主世界？他虽然听不懂我说的东西，却依然没有犹豫，猛地点头，一如几10年里的坚定和乖巧。好。